毛利率上升的速度低于成本上升的速度，尽管你的账面上是营收是赚钱的，但其实你是赔钱的。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 Kevin 来 Power Talk 聊一聊智慧制造这个很大的议题。大家好，我是 Kevin。那我们部门是 Delta 企业策略业务发展与联盟部。我先很快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部门。我们部门有2个 target， 第一个其实是我们负责台达全球的重要客户，就是人家所说的 key account。那重要客户会由我们部门来负责管理。第二个是联盟，我们也会负责一些我们合作的 partner， 让他们是不是有机会有一天可以成为我们的 key account。对啊，我们部门其实看的产品跟范围其实都蛮广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台达有蛮多产品，所以其实我们部门不局限于某一个产品，我们看所有的产品，然后看全球市场。像 Kevin 因为在跟这些 key account 有特别深的经历，那也看到大厂在市场动态所有做的一些，比如说策略发展，或者是他们是怎么在做下一步的策略规划这件事情。那 Kevin 现在有观察到的，在智慧制造这个市场的热度，针对现在智慧制造的工具，您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业界样貌吗？比如说，现在的声量好像很大，那真正确实在实际场域，他们怎么在做这件事情？说实在是，现在智慧制造大家都想要转向为这个精实生产来走，因为其实精实生产就是你可以包含你的工厂里面的人力、你的设备、你的资金、你的时间空间。精实生产的原则就是你可以投入最少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那每一个人都想要往这个方向前进，那就延伸到智慧制造。为什么呢？因为你精实生产你是没有办法透过原本就有的制造方式，你是需要有一些自动化设备啊，有一些很聪明的 AI 辅助啊，你才有办法达到刚刚讲的那一些项目。所以，现在大家的市场都想要朝向这种自动化、各式各样的 AI 辅助的工具来前进。这样。现在制造商在看这些制造工具，他们主要的驱动力是什么？什么样的动能推动他们想要去花这样的成本，然后这样的人力资源去做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精实生产就是花最少的资源得到最大的效益嘛，人力、设备、成本、时间、空间等等的做降低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毛利率会上升，那你的品质会上升，你的制造时间会降低，那这些综合的优点加起来，就会造成你的营收上升。那所以每一家工厂会愿意去做自动化的改变，或者愿意做精实生产，也是因为他们会渐渐发现，现在的随着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成本上升的速度已经高过他们毛利率上升的速度了。那其实你看，你如果毛利率上升的速度低于成本上升的速度，尽管你的账面上是营收是赚钱的，但其实你是赔钱的。对。其实尽管你的账面是你的 revenue 是每一年逐年升高的，但是其实你赔钱，因为你的成本其实比你的还高嘛。近年来的像前几年的一些美洲贸易大战，前几年一些 COVID-19 的影响，就会造成这种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你的成本实在是越来越上升，每个人都吃不消。那怎么办呢？很多工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想要投入，开始变成智慧制造转型。在看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跟不要被市场给排挤掉、淘汰。如果他们的营运策略是长久的话，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改变，是必须要做的。现在的工厂在像刚讲那么一大段的转型过程，他们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是你要做一个完整的智慧制造的转型，自动化工厂。你就要投入相当的人力跟资金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这第一个就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那第二个是人力、设备、资金都是一些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公司的文化。一个公司要做转型，你必须要从头到尾，从上到下，就是连你的管理阶层到你的 operator， 全部都是认同公司做转型这件事，你才有办法成功。因为你只有老板说要做，下面的人不做是没办法的。那你下面的人很拼命的做，老板其实不太 support， 那也没办法。需要的是全公司的认同，你才有办法
往转型的一步一步迈进。所以有时候其实带入转型工具也是帮忙重整企业文化。对，没错。然后增加企业灵活性，才不会被市场淘汰这样子。刚刚讲到精实生产，减少浪费，优化流程。为什么精实生产对制造来说这么困难？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些痛点，因为其实，一般的中小企业的制造工厂，他们制造的方式跟他们用的流程、他们用的设备，其实都是行之有年呐。它不是这么容易改变。比如说，你要在一条产线里面，你要导入一台新的设备，并不是把一台设备移掉抽换，你就马上就可以 run 得起来。你一条产线从头到尾的生产 process 是固定的，你中间只要做了什么更动，其实它对于整条的生产时间，人家说 UPH， 你对 UPH 就会有立即的影响。那不要说 UPH 被影响，你更动了中间的几个点，那旁边的设备其实都会跟着被影响，他们的进货时间啊、生产时间啊、他们的 performance 等等，都会因为它的周边 related 的设备变动而受到影响，所以不是这么容易做啦。像我刚刚提到，你必须要相当的人力、物力、资金你要做，那你还要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提到说你需要有公司从上到下的认同、理念认同，是因为你除了人力物力要做以外，你可能在你的主管的管理方式、你作业员的作业方式，甚至到你的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策略的定方向，都会不一样，对吧？都会跟你以前不一样。你必须要依照你未来是要做智慧制造，你要做精实生产的方向，去把这些以往的不能说观念、以往的经营模式做一些调整。那像我刚刚讲那些，其实你也知道，这对一般中小企业不是这么容易啊，尤其是他们还要有现有的 business 要顾，对啊，他们不能说我要做这个转型，我就什么东西都不顾，他现有的生意还是有一些 cost 跟投资跟成本在进行，那你要怎么样在同时兼顾现有的生意之外呢，还能同时做转型？这其实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其实 Delta 可以做，近年来可以做转型，其实我们可以说 Delta 这转型做得蛮成功的。那我刚提到的几个困难点，其实我们对台达来说都有一个一个克服。比如说我们的公司理念，其实我们公司要做数位化转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从海英俊董事长、郑平执行长，然后一直到我们部门老板，比如说柯淑芬副总裁，那很多的高阶经理人，他们都认同公司要做绿能、做转型这件事情，所以从高阶经理人到各个事业单位主管，到我们下面的这些员工，我们全部都是很认同这件事情的。这是公司理念一个向心力很不简单的地方，我们全部都很认同公司要做转型。一间公司要长远的策略跟发展，你势必这个转型智能制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你越早开始，你就会能够越早完成这样。对，这是一个长时间奋战，而且这奋战必须要靠人，必须要靠外界的工具去做一起 top down， 或者是从 down 往上都要一起进行才行。是，刚刚说到为了要优化一个可能产线上面的一颗小点，螺丝钉，这个小螺丝会引起后续不管是前后的连锁反应，所以你要一整条线的重新规划，要做好完整的准备，你才能下手。不能，如果你匆忙的下手，你会带来的一些影响，你可能没有办法短时间消化，你可能会影响到你公司的发展，所以都必须要做好很完整的准备，你再下手。你有完整准备、完整的应对的策略，那你再开始做。你公司未来你要分哪几个阶段做？你现在像我刚刚提到，你并不是说你要做精实生产就可以做精实生产。对我们的经验来讲，你要先评估，比如说，你现在公司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现在生产状况是怎么样？那你想要改变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要改变的是，我想要增加我每一条线的产量，每小时的产能，或是我想要减少什么东西成本的浪费。我发现我们每个月浪费的原物料材料的成本越来越高，那这已经是公司没有办法负荷。我想要减少这些浪费，你的目标想要怎么达成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再来规划你要该怎么做，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一开始我就要把所有的优点全部都囊括进来，我要做完这一次的改变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 Top One 的智慧制造工厂，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是跟时间有关系嘛，甚至是有一些变革你是要分阶段的，因为你工厂还要营运，你没有办法整个工厂 shut down 来让你做这些事情。那第一个先考虑好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那比如说好，我想要减少成本浪费，我要提高我产品的品质。好，那你就来看你的成本浪费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旧有的一些制造方式，比如说人力的关系，它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判断你的原物料材料进来要多少？那如果它没有办法精准判断，可能就造成一些浪费。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呢？那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些自动化设备去帮你每一次都很精准的判断这个成本的需求量，让它不浪费。那也有可能是不是人每次他在做，比如说他在点胶啊，或者在粘合啊，在做一些operation 的动作的时候，他其实不用这么多的材料，但那个人没有办法每次控制得很精准嘛。那你也可以透过一些自动化工具来帮你取代人，帮你做这些事，他每次出来的量都会非常精准，他就会减少你这原物料浪费等等的。其实我讲的这个只是非常小的一个范例啊，是看你工厂遇到哪一些痛点，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那根据这一些问题，我再去找我的解决方案。我找到我的解决方案之后呢，我再来看我这些解决方案要分哪几个阶段来进行。那我分别在每个阶段需要投入多少的budget，需要投入多少人力？那我的公司是不是能够负担？是不是能够负荷？这一些规划都是需要在执行之前先准备好，才不会因为你为了做转型影响到你原本的生意，那你可能转型也没做好，原本的生意也不好。我觉得很特别是 Delta 自己有出很多智慧管理的解决方案嘛，然后特别的点就在，因为你们可以在自己的场域实行，然后做实验之后再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外面的客户。对，那刚好刚刚讲到绿能这一块，可不可以帮我们多分享一下Delta 自己在绿能这一块的智慧管理解决方案之前有什么样的应用？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从我们公司我们的创办人郑创办人他的理念就是一直公司以来的理念，他就是想要节能环保，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才是对地球环境永续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是基于节能环保出发，并不是近年来什么碳足迹啊，近年来的电量啊、尽量省电啊这种议题越来越 popular 我们才开始做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在一开始台达的初衷就是产品初衷，其实就是针对节能环保的为出发点，我们所有的产品都希望可以帮客户或是帮环境、帮地球达成更永续、更环保。那回到刚刚问题，那当然我们一直做这些事，做这些产品跟拥有这些经验，其实已经是几十年的累积。那刚好在近3-5年来，这些议题在全球来看全球来讲越来越被重视。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始到，我想大家知道，已经开始到很多地区、很多国家，甚至是你的碳排放太高要被罚款了。你不得不做这些事了。之前人家说，你对地球不友善，对环境不友善，那每个人都说好，那我要做什么改变，我要怎么样？说实在，他其实什么事都没做，到头来他环境还是一直在被消耗。但现在他没办法不做了，因为政府要罚你钱，而且罚的钱并不是1-2千块、3-5千块，而是几十万、几百万的这样罚。那他开始不得不重视，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案刚好搭上最近这个被重视的议题，变成，所以现在台达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全球非常有名的，可以帮助客户去提倡、去节省这个碳排放啊，帮他去规划这个碳足迹啊，帮他做节能的这个辅助的一个解决方案之一。其实 Delta 的解决方案现在近年来会非常的被讨论度很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啦。那提几个最重要，其实像近年来大家所熟知到，电动车好了，台达针对电动车有很多个解决方案，我们都会跟客户说，我们一台电动车其实里面所有跟电有关的东西 ，Delta 其实都有做。啊，你的驱动马达，你的这个
DC to DC 的转换器，很多只要电流有经过的电动车需要的这个心脏啊，它的各部分的元件，Delta 其实都有做。那另外台达还有做充电桩，那电动车跟充电桩，其实现在很多像我刚刚提到的国际一线大家所熟知道的一些很有名的品牌，其实 Delta 都跟他们有合作，不管是在电动车元件或者是在充电桩上面，Delta 其实都有合作。台达在这一些电力电子产品上面能够做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做很高的效率。它什么叫做高效率？就是你对一个电力电子产品的，你如果有办法做到 high efficiency， 就表示它的电能转换的浪费度很低。什么叫电能转换浪费度呢？比如说，你只要是电力电子产品，你电流在经过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损耗，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你的损耗越低，你的 performance 就越好。Delta 的电力电子产品就是我们的优点，就是我们在电源损耗非常非常的低，我们可以低于1%。那所以我们在所有的产品，相对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说是比较 efficiency 比较 high efficiency 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品其实是储能。大家都知道，你冷气在开的那一瞬间其实最耗电，对，因为你的电量会到达一个 peak 值。电动车充电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你在充电枪插上车启动那一刹那，它会套一个 peak 值，然后再慢慢的充电这样。那这会有什么影响呢？以前都是油车，你加油站10台车子同时加油，它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以后都是电车，你10台或20台车子同时插下去、按下去的那一刹那呢，你那个电网会跳电。如果你的 backend 的 infrastructure 不是很稳定的话，那这是一个电动车越来越普及，这就是一个不可逆的问题，就是势必会发生。我们 Delta 储能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几毫秒的时间内就把该放多少电量算好，并且把它适时的放出来支援你的电网，让你的电网就算产生要跳电的峰值的危险发生，但是它却不会发生影响，因为储能的电 support 它，让它不会发生跳电，它会继续从峰值掉下来，然后稳定的运作。所以像我刚刚提到的电动车啊、充电设备啊、储能设备啊，都是台达近几年来跟未来几年来会发展的重点之一。其实现在真的也是因为碳权、碳排，然后大家要压2025这个时间点，对，导致所有人都在节能减碳能源这边突然投入了很大量的声浪。但其实像台达，因为从以前大家就这个企业文化是这样，根是这样长上来的，所以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给客户嘛。那刚刚我觉得这个讨论很有趣的是，我们刚刚其实谈到的东西非常丰富。谈到了节能减碳，谈到精实制造，其实精实制造也是 ESG 这一部分，因为要减少浪费，对。然后储能这些怎么减少，怎么把电应用的最有效率，然后也是减少成本，也是爱地球的一部分，这样子。没错。非常的台达在做的事情，对于现在整个趋势来说，不管是智慧制造，或者是要节能减碳，都是刚好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可以去配合客户这边做分享的解决方案。刚刚讲到节能减碳，Delta 都有从以前开始就在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 Delta 我知道有一个节能的智慧制造管理系统，是可以去让工厂这边或者是让企业这边去知道说哪边用电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减少，然后是有一个智慧化的平台。有，其实像工厂的智慧制造管理系统有很多种。你有一个工厂来讲，我们可以分成三层不同层。第一层是你设备层，就是最直接的，是你第一线在运作帮你做生产的设备。然后第一层是设备层，第二层是算是 connection， 就是连通层。比如说你的设备中间需要沟通，你需要有很多的不管是软体也好，硬体也好，去帮你做这些各式各样上百台、上千台设备中间的沟通。那最上面就是你的管理界面，就是我们说的管理层。你从你的原物料，你从你的机台的健康状况，甚至你从你的人力的分配安排，你都需要透过各式不同的管理层的系统来做。所以其实一个完整的智慧制造工厂里面，不是只有一种系统，它可以管理整个工厂，其实没办法。那像我们 Delta 在
智慧制造，在我们在自动化都推出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solution，不管你是在像我刚刚提到，不管你是要在做设备上的管理，你要做原物料上面的管理，你要做你的存货、你的进出口的管理，甚至到你整个工厂的耗电量，那就会跟你的工厂的碳排啊，跟刚刚提到 ESG 其实都有关联。这些你要做这些管理，各式各样不同的系统，其实台达在自动化工厂解决方案里面都有提供。那其实像我们台达除了自动化解决方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solution， 其实对现在刚刚提到 ESG 其实议题都很息息相关。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不只是自动化工厂，还有比如说也不只是电动车充电桩或是储能，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其实很多，比如说电源，台达本来就是做电源起家，那还有很多，比如说楼宇，台达有 building automation 的部门，那你楼宇的自动化，各种的 sensor 就可以让你大楼更省电。那这跟 ESG 就是环境、社会跟公司治理嘛，就是 ESG 3个最重要的议题。所以台达现在所可以提供给客户的 total solution， 可以提供给客户的解决方案，其实是可以完全的呼应你 ESG， 你想要在 E 或 S 或是 G 上面做改进或是做改善的。因为现在也知道说大家都在算碳排系数，然后每年都在变，不同的能源、不同的系数也不一样，但是以前都是用人工方式，然后一个一个，也许 Excel 去填那个表单非常麻烦。但是现在搭配那个台达系统，加上智慧化，他们可以自己去帮你说，哦，这边要省电，那我就帮你把灯关起来。然后这边人员没有，热点没有，那我们就直接帮你减少，这样去做能源的减碳。因为其实大家说碳排其实就是耗电，是等号的东西。你省电、节能、省电跟减碳是等号的东西。就你只要，比如说我这台机器，我要耗电可能我的机器运作耗电可能10 kW， 或是我每小时要耗电多少量，那我只要能够让我的机器，或是让我这个 process 每小时的耗电量下降50%，我下降的那个就是减少我的碳排了。所以我们其实会透过很多方式去帮你做电量的管理监控。那相对于像我刚刚讲的，你就等于是你在做对你的碳排跟碳足迹做管理监控的。那台达一直以来对这种像我刚刚提到的绿能、节能、环保的解决方案非常非常的熟悉。那现在相对应的最近的碳排的议题，就变成台达自然而然就变成对碳排的解决方案非常熟悉的一间公司。如果说要对现在正准备开始智慧制造，然后节能减碳，想要降低能源、降低浪费的这些制造商，Kevin 这边有什么建议？其实像我刚刚提到，智慧制造其实不容易啊，你要做转型不容易，但是最基础的我们能给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单打独斗，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要做转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你需要有人给你建议，有人你不要重蹈覆辙人家走过的错误的路，那你需要人家帮忙，所以你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台达就会跟 PowerArena 在这一阵子以来，我们有一些在工厂上面合作，我们透过 PowerArena 的 solution， 那可以让我们的工厂的智慧制造转型更快速啊。那类似这种案子，你必须要跟第三方的伙伴合作来进行你的智慧制造，这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你不要想说我要自己做，我要什么都要自己来，那其实这是一个不太有效率的方式，因为有很多其实人家已经走过的不好的路，你可以不用，你可以少走。那如果你有人家的有跟伙伴的合作，那有人家已经这些丰富的经验的建议，那你的智慧制造的怎么说，你的投入的 effort 就会少一些，就会更顺利一些。是。好啊，我觉得今天很谢谢 Kevin 来帮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丰富的议题，从智慧制造聊到节能减碳，聊到企业文化，这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转型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事情嘛。当然。谢谢 Kevin。谢谢。